哎，你好，就是调监控的这里，怎么了？那客人丢手机，然后想查那个放这是监控放在哪？这上面。在上面呢。查上去了。这不4:50，网上查一下。能踩这里吧？能查。我这么凉啊？怎么说？调哪个？哎，丢那个吧台。这个吗？哎，这个。哎，回放通道啊！我是今天的吗？今天是4:53，应该是4点。4:50那时候我还发信息呢，我还跟我姐发信息呢。今天是11号。后面我发现压根就没有录像。等一下。没录像的情况下，我查了一下硬盘，才发现不得了了。我的妈呀，硬盘没格式化，那压根就没有录像在上面，怎么和客户解释啊？我打电话问一下我那朋友。等我这边打个电话就好。完了，一开始装就没有录像，完了，这屋卖妈死啊！喂，完了，你装的时候没有点录像，他现在硬盘都没有格式化，所以压根就没有录像在上面。现在客户在那里等的。你没点吧？你装的时候没有点吧？他硬盘都没有格式化，都没有开始录像。你先听我讲啊，但是他硬盘人来是这样的，他硬盘人来就录像了，然后他那个东西呢，就是久而久之，他这种机子的话，它是杂牌的，不知道什么牌的，他有的时候是时好时坏的，这个跟我没有关系的，你明白吗？他之前我们装的他是查看过录像的，有录像在那里的。这我就不知道了，反正你确定不？我这边看硬盘会格式化哦。确定的，我没必要骗你，这个硬盘是别人用过的硬盘的，你明白吗？这个是他这个东西呢，你先听我讲，他这个东西不是人心装的，他不是说细心拿来装的，他这个是人心一个老板用过的硬盘的，你明白吗？他是一个老板用过的硬盘的。这是谁装的？谁的设备啊？你装的是吧？我装的，但是这个设备呢，是你先听我讲，这里原来是一个水果店，是一个老板连锁的卖给他的设备的。啊，全部卖给他是不？对，然后呢，人家以前是用的好好的，你明白没有？这个是一个深圳厂家，是一个水果店的负责人的设备，不是我的设备。就说他们的店，他们的水果店的设备是我来装的。就说之前这个店还没在的话，已经安装了是吧？对。是这样，那我只能如实跟他说了，没有录像，压根就没有录像上面。你就跟他说，你说没有录像就完了，这个东西没有录像，那是说明他的问题，他的硬盘存在有问题。硬盘压根就没格式化。没格式化，那就是他硬盘。他自己的硬盘的问题啊，这个跟我没有关系啊，因为这个东西之前是人家用过的东西的，你明白没有？那边我这边只能汇报了。对，你跟他说，你说没有录像的话，那你看他怎么办就怎么办了，没办法。行。行吧。我到后门换3分钟，我停车的时候要看，我就看几点至少来嘛。是这样的。我跟你说，那他压根就没有录像在上面，他一直都没录像，现在还没有录像在上面。那他怎么装监控的嘛？那他装干嘛？他不录像。所以现在要不要开始录像？现在他是一直都没有录像。那他过来装监控，他是什么意思？我刚才打电话问他，他说是以前那时候装是有录像，现在的话他是没有录像在上面。那他没有录像，他装监控，他也不知道。你装监控啊，没录像。他没有，我刚才问他，之前这应该是一家水果店吧，是吧？我怎么知道？来是水果店。之前是水果店，他说那时候是帮水果店装了，可能水果店那边的人把录像给关了，他就再也没有录像过了。所以那他装的时候，他应该知道有没有这个水果店的监控跟这个监控不一样吗？一样的吗？不一样吗？这我就不知道，我只是顺路过来帮他说调监控。
现在的话是没有掉在上，没有录像在上面，要不要帮你开起来？不然它是白色。你现在开有什么用？客人刚才丢的都没查到，那他那现在不开的话，以后也没用啊。那你早就应该开呀，你不可能现在出事你才说啊。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那你现在开啊？只能现在帮你开了。现在才帮了，状态现在才正常，一开始就没运行正常过。后续我朋友给我提供了照片证明。你帮我看一下，这是第2次去帮他做维护的，我拍了照的。你看这上面的画面显示红色，红色那里呢，它是有录像的那里的。确实有录像的标志，这个红色嘛，确实是监控录像。然后日期是去年9月25号，现在是2021年1月11号，就刚才嘛。那可能真的是这个设备问题，不是我那个朋友的问题。好了，大伙觉得谁的问题？一家医院的网络，一会儿测速只有100兆，一会儿测速又变成了1000兆。就因为这事，他们无法通过验收，收不到钱。他们设备也换了，电信也喊了，就是解决不了。他们都崩溃了，只好摇人了。此时此刻的我，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。等会，我先接个电话。A few moments later. 那你先发个位置给我吧，等我忙完了，我再过去看一下。好的，麻烦你尽快过来咯。行。在路上我就觉得还有这番诡异之事，先不管了，挣外快要紧。忙完了以后，我来到了他那边，我先来到前台测试一下这网速如何吧。看看是不是和他们说的一样，有收100兆，有收1000兆。奇怪的是，我当时测速了好几次，宽带测速都显示只有100兆网络，我就纳了闷了，他们是怎么测出1000兆网络来的？于是我就找他们问清楚。哎，师傅，我测试了好多次，怎么都没出现过1000兆啊？你这个多拔2次嘛，这查上去不是就变1000兆了吗？是吗？是啊。还有这种说法吗？是啊。也是100兆啊。再多拔2次嘛。我按照他们说的试了一下，通过拔插网线，有收100兆网络，有收1000兆。嘿，这事就怪了，这种情况只能去机房看看什么情况了。哎，师傅，我看一下机房吧，机房在哪里？在2楼。啊？在2楼。在2楼吗？来到机房，除了网线有点乱，但设备还是挺讲究的，都是清一色的华山设备。他们说这个交换机负责1、2楼的网络，然后3楼也有一个这样的交换机，负责3、4楼的网络。他们也更换过交换机，但是还会出现这种情况。3楼有几个房间也是这种情况。我当时以为是交换机问题，我查了这个交换机型号，确实是1000兆交换机啊。我来到3楼他们说的那几个房间，看看是不是也出现这种情况。这个房间我测速是1000兆的，我拔插了几次，一样还是1000兆的。那我去下一个房间试一下。这个房间就变成了100兆，没理由啊！我看网线的标签，确实是插在同个交换机上的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这个确实是挺奇怪的。我还格外的观察了下，他们打的水云头，打的确实是1000兆8星，而且也没有打错啊。但是网络怎么测速这么的不稳定，居然在一个交换机上出现了100兆和1000兆的情况，这个我多年也没有遇到过，这其中肯定有古怪，难不成是这交换机的口有问题？我先用排除法试了一下，我直接把电脑接上去测速几遍，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。后面我测速了很多遍，也拔插了很多遍，都稳定在1000兆。这么一说，这个设备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。我又回到了刚才那个测速有1000兆网络的房间，打算再试一遍，却发现前几分钟明明是1000兆，这会儿怎么又变成了100兆？你要说电信问题吧，但是我电脑直接接到交换机上，每次测速都是1000兆的，
当时我感觉这种情况应该和设备没有太大关系，于是我就把目标放在了网线身上。会不会是这些网线中途有断芯，导致只有百兆网络？对，应该有这个可能。这里我和大伙说一下，网络分8芯是这样排的。我们说的4芯，它们在水晶头的位置是这样的，分别是1、2、3、6的位置。只要这4芯就可以上网了，但是只能有100兆的网络。要1000兆的网络的话，就需要8芯一起了。如果网线4、5、7、8任何一芯断了，或者全断了，网络依然可以用，但是会变成100兆网络的。于是我用设备对一下线，便知道了，应该有断芯。我先从前台开始检查，我找到了前台的标签，用旋转仪对了下线。奇怪的事来了，我在另一头对线的时候，发现8芯也是测得通的啊，这我也纳了闷了。你要说设备有问题吧，我电脑直接连接它，没有任何异常。你要说网线有问题吧，我测它8芯是通的。当时我一时半会也想不出故障原因来。这个时候我打算2头换家水晶头试一试，也可能是水晶头问题，但他们和我说没用的，我都换了好多次水晶头了。你换过了吗？换过好多次啦，都换了15次了。我先换下吧。我为了排除水晶头，我坚持重新打一遍。两边打好水晶头后，我再重新测速的时候，没想到之前频繁出现的100兆网络，现在怎么测速都是1000兆的了。无论怎么样的拔插，都是稳定的1000兆网络，这就有意思了。这个是我职业生涯里面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，那8、9不离10是水晶头问题了。后面我细看水晶头，才发现问题所在。大伙注意看，大伙有没有看出什么问题来？讲真，当时我也看不出什么问题来，需要换成这个角度才行。它的第8芯居然没有完全压进去，所以导致接触不良。通过拔插，有一定的概率第8芯接触上了，就变成1000兆网络了。其他那几个更狠，你没有5.3的视力，压根就看不出来这细微的差别。这种水晶头不但能测通，就连我当时都被骗了过去。想必那魏师傅的压线钳不是那么好，才导致这种情况发生。后面我了解到，他们2个人负责打水晶头，其中一把压线钳是有问题的。不偏不巧的是，他们后面更换过了水晶头，也是用那把压线钳打的，就出现了他们重新打水晶头也无济于事。我让他们更换了一把压线钳，重新打一遍水晶头后，就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了。压线钳不好的情况下，我遇到过几次，但都是很明显，一眼就能看出来水晶头有问题的。这种压的很不明显，而且对线还能对得通，有一定概率是1000兆网络，这还是极其少见的。我就这回见过一次，虽说概率极低，也架不住世界之大。真的是实战中什么奇葩的故障都有。好了，问题已经解决了，下一期就有意思多了。一个7类的水晶头搞得业主流泪，2个电信师傅崩溃，就连他们经理亲自过来也跑路了。